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Zoo DIY。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篱笆呢，是我刚刚完成的 project， 现代简约设计水平栅栏 horizontal fence。这个呢是一种引力柱设计，看上去有一种整齐划一体的效果，非常的简洁。这一期的视频主要跟大家分享这个 fence 的地基怎么样机械挖洞，然后我是怎么样对这个立柱进行防腐处理的。挖洞是立 fence 最辛苦的工作，因此呢，这一节 fence 呢，我们准备聘请一个 contractor 过来完成这项工作。这个机械呢，挖洞还是非常高效的，很快，很坚实。一般这种 contractor 呢，它的这种钻头有10英寸的，有12英寸的，价钱各不一样。如果是6×6的立柱，那么我强烈建议采用大的钻头，12英寸的，因为6×6的立柱比较粗。如果只用10英寸的立，那么6×6的立柱放进去以后，这个洞里已经没有什么空间来放混凝土了。这家 contractor 的收费非常合理，用12英寸的钻头加 set 立柱收75加元，如果是10英寸的只收45加元。如果只是打洞的话，12英寸的洞只要收35加元。这个大钻头把这个土松掉，这个钻头拔出来的时候也可以带出相当多的土。最后这些松掉的土呢，还是需要用人工来用这个挖洞的铲子一点一点的把它取出来。挖的地洞呢，最少都有42英寸，有的甚至接近了4尺。这对于一个6尺高的 fence 来说呢，已经是足够深了。我对此非常的满意。这是另外一种工具，这个呢是我邻居的一节 fence 需要用到的，因为这里呢是一个花圃，那个小车呢它进不来，所以呢就采用了这种方式。这个是在 local 的 Hardware Store 租的一个工具，带着12英寸的钻头，但是使用起来呢似乎效果一般般，只有开头的1尺半到2尺它还可以进得去，再往下呢就遇到了坚实的粘土层，它就很难再下去了。剩下的一半呢还需要用手来慢慢的来挖。也有可能如果是沙土地的话，这种工具呢还是会有作用的，但是如果遇到了很坚实的粘土地，那么这种工具似乎作用也不是很大。这个呢是我买来的 pre-treated wood， 这种 wood 呢工厂已经做过了防腐的处理，但是买来以后呢，我做了一些额外的处理。现在呢，我要做的是这个刷一些油。那么这个油呢是汽车换下来的 engine oil， 然后呢我把它跟柴油混在一起，50%对50%，那么形成了这种油。现在呢，我准备用这种油呢处理一下这个木头。这个木头的这个 post 的全身呢都可以用这个油来刷。它下半部分呢，我准备下半部分埋进土里4尺呢，
我准备这个油差不多干了以后呢，再涂上一层那个 roof tar， 就是房顶用的这种沥青，这样呢算是额外的一种防护。一方面呢防止这个水的侵蚀，另一方面呢可以防虫，可以呢延缓它腐烂的一个过程。很多 post 它坏掉呢，就是在这个土壤接近这个土壤的地方，大概上下6寸左右，那个地方是最 weak 的，因为那里有很多氧气，也有很多潮气，另外也有很多虫在那个区域活动。那么很多 post 实际上最后呢是被这个虫给蛀掉，所以呢这种溶液呢，这种油呢，对于防虫是非常有效的。这种方法呢实际上是北美这边叫做 Old Way， 以前很多的农场主都是采用这种方法，engine oil 加上柴油来对木头呢进行防腐。很多的 post 呢，老的 post last几十年、上百年都不会腐烂，所以这个方法肯定是有用的。但是近年以来呢，环保主义兴起，认为呢这种不怎么环保。但是这个背后呢也很难说，可能也有一些商业利益在里面。其实这个对环境呢是没有多大危害的，因为这个油呢都会被木头吸收掉，只有极其微量的会进入到土壤中。所以呢这个呢应该不是一个 concern。而现在商店里卖的一些 wood stain 或者 wood preserve、wood sealer， 实际上对环境也同样有危害的。等这个油呢差不多有点干了 ，touch， 这个液体都被吸收了，然后就可以做第二步，就是涂这个 roof tar。这种 roof tar 呢是补屋顶用的，防水防虫。这个呢，我用的这种 roof tar 呢比较粘稠，是用这种小铲子把它涂上去。也有卖的一种稍微稀一点的 roof tar， 可以用刷子刷上去，那种的效果也是差不多的。经过这样处理过的这个 post 呢，会非常的耐腐。传统的农场主用这种方法修的篱笆呢，一般都可以last50年以上。这个呢，不用要求很美观，只要是把它 cover 住就可以。这个是之前我邻居的那个老的6x6的 post 拆下来。其实这个 post 没有几年，只有不到5年吧。但是呢，招了很多虫，然后呢，朽烂的非常厉害。因为它呢没有做任何的处理，基本上这种石油的产品 apply 到这种 post 上面以后呢，那么那些虫子之类的它是避之不及的，所以呢，基本可以做到防虫防腐。像这里呢，这个 post 买来放在院子里几天，风吹日晒呢，就会有一些裂缝了，这个非常难以避免。所以呢，这种比较粘稠的 tar 呢，它相当于一个填充物，可以把这个裂缝完全填满。非常粘稠。坠到底部呢，我一般涂了油，但是我没有涂这个 roof tar。有一种说法呢是，如果这个水从这个上面进到木头里面，那么还是可以从下面出来，所以不至于呢停留在木头里面。所以底下呢我就没有涂这种tar。
是我和邻居共有的中间的一段 fence。一般呢，如果我自己做的话呢，我不太会用这种6×6的。但是跟邻居商量，邻居比较喜欢6×6，所以就做了一个小的妥协。6×6也可以，就是操作起来比较重一点。还好呢，这个 post 的 hole 呢已经挖好了，而且呢找的这个 contractor 还非常的不错。他们使用这种比较 heavy duty 的一个小车，加一个大的钻头，12英寸的钻头。钻了，我看至少有42英寸那么深，还是不错的。而且呢，收费还非常合理。大家看到这里，我买了这个 deck 板。我这次呢，跟邻居之间做的这个 fence 呢，不是传统的竖直的，是 horizontal 的，而且呢，是 privacy fence， 是完全的密不透风的。而且这种 fence 的用料呢是非常好的，这种 deck 板比一般的 fence board 要厚一些，非常非常的结实。然后它的背部呢是用2×4的这种木料。到时候我会在另外一个视频给大家展示这个 project。好的，感谢您的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就给您录制到这里。下一期呢会跟大家分享我是怎么样打造这个现代简约风格而且异常坚实的水平栅栏。用了非常非常多的木料，非常非常的坚固。与其说是栅栏，还不如说是一堵幕墙。那么我是怎么样打造它的呢？请持续关注我下一期的视频。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再见。